空警600 ready， 歼35 ready， 那就等福建舰 ready， 整个战力就同步成型了。歼30-15这最新的改良型。包括座舱、垂尾，它主翼可以折叠，特别是它的雷达，我认为这是解放军海军一个很重大的要进。整体的外形来讲，歼35和 F35确实很像，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是单发动机，一个是双发动机。比较特别就是 F35的比较臃肿，因为 F35它要适应空军、海军还有陆战队，因此它在结构上要进行很多妥协。本来以为美国这种一军三用的 idea 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对，可是放到今天反而是有一种落后。空警600是采用美国E2这样的一个构型，有的人嘲笑中国大陆啊，你们搞了半天还是弄一个和美国一样。但我必须讲，这样的工程发展思路其实可以大幅降低它的风险。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一台是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原来就是歼35啊哈，那当然歼35啊这个指纹楼梯响啊，正式的来启用啊，已经拖了很久了。那另外大家也知道，歼35其实常常被来对标的是 F35哈。那总编是帮我们介绍一下歼35这一架飞机啊，到底有什么特点呢？那它这个折翼看起来就是专门来做海测的。那福建舰要测试是不是就来搭载这个歼35？其实歼35它的前身是 FC31，我实际看过它飞。哦，实际看过它飞，看过它飞是2014年的珠海航展，那很久了。那个是它当时的这个 FC31，它的外形和现在是有很大的差异。哦，比如它的这个垂尾也是这种梯形垂尾，和现有这种后掠这个垂尾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它的这个座舱盖也完全不一样。那此外，当时它使用是2次 RD93这个和米格29一样的这个发动机。其实当时 FC31在这个珠海航展那一年出现的时候，它做这个性能展示，那大家对它印象不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黑烟很浓哦，远远就看到哇，好浓的黑烟过来。俄系发动机的特色啊。然后它的性能展示来讲，也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目前我们看到歼30-15，可以有人说是2.0版的最新的改良型，包括座舱、包括垂尾，还有它主翼可以折叠，以满足在舰上操作的需要。因为各舰载机其实它的机翼都是可以这个折叠的，以节省军舰上有用的空间。特别大家看过这个航空母舰机库就知道，哇，里面的飞机排起来都是这个星罗密布啊，这个空间利用非常的紧凑，而且是相互穿插。对，如果你的机翼不能折叠，事实上你可用的空间就大打折扣。是折翼，是舰载，特别是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必须具备的一个特别的特质。那此外就是整个空电，我觉得也更加的成熟嘛，特别是它的雷达应该是典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对，西方叫做 AESA 英文缩写这种雷达，它包括工作模式啊、抗干扰能力、综合性能来讲，还有探测距离，其实都远优于现有的雷达系统。那总体来讲，我认为歼35如果按照目前我们所获得的一些资讯，如果证实都是这个，确实是这个样子，我认为这是解放军海军它舰载机兵力发展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进步要进。整体来讲，它这个中型战机未来与歼15一起搭配，就形成了解放军航空母舰，特别福建舰上面这个重型、中型战机一个很好的一个混合搭配。那歼35当然很多人就关注它啦，对，直接讲说了，对标的就是 F35闪电哦。那我们来问一下总编了，就是说这两架，因为 F35其实已经正式服役，而且已经在量产当中了。那这两架有什么类似的相似？从型构来看，对，还真长蛮像，差别就是双发跟一发哦。那长度结构上好像都蛮类似的，这能够做对照，因为我们知道 F35也是有上舰款的哈，那也就是它也是作为航母所使用。对，大家知道中美对标嘛，好，虽然可能中美直接开战几率不高，但是在战机方面，这个比拼绝对是少不了的。确实哦，你看这个整体的外形来讲，这个左边的这个歼35和右边的 F35确实很像哦，真的很像。但是细部的看差异也不小，包括这个主翼，它的这个整个外缘细部是不一样的。那另外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是单发动机，一个是双发动机。对，事实上我必须说，作为舰载战斗机，双发
和单发它具有更好的优势。双发它就容许发动机起重机去故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海军过去以来它的舰载战斗机几乎都是双发，它很少使用单发飞机，就是主要是考虑到它的安全性。比较特别就是你看它的外形哦，虽然类似，但 F-35就是显得比较臃肿，不像歼35比较纤细一点。那主要就是这个 F-35它本身哦，因为它要适应所谓空军、海军还有陆战队它的需求，因此它有3种构型。像海军型，它就有机翼可以折叠，而这个部分是这个空军型和陆战队型没有。但陆战队型又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中间有一个举升的发动机，让它可以垂直起飞、垂直降落。而舰载的像 F-35C 和 F-35A 空军型的，它就没有这样的结构。因此哦，对于 F-35来讲，它就是因为要兼具不同军种的需求，有不同的构型，因此它在结构上要进行很多妥协，有时候就牺牲它的重量，牺牲它的一些性能，来同时满足不同军种的需要，这是它在工程上比较尴尬的部分。而歼35它本身由于是舰载，而且是搭配最新科技的这个电池弹射起飞，因此它的整个设计指标就可以针对这个部分给予很多强化。比如它的起落架因应舰载的起飞和降落的需要，它就需要特别强化它的起落架系统。但它不需要考虑什么额外的这个垂直举升的发动机啊，还有一些可能适应其他不同军种需要做的一些妥协性的一些牺牲，这个都不要。因此，就它工程发展来讲，反而更是单纯，它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那实现它的各种工程进度。本来以为这个美国这种所谓一机三用，就是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这种一军三用的 idea， 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对。可是放到今天，反而被认为是有一种落后，因为你得做很多冗赘，好，就是冗余跟冗赘是不一样的东西。冗赘的设计，然后造成说它反而有点比较肥大，好，所以这个我们也知道 F-35有一个绰号对肥电或叫闪肥，好，对这样的一个绰号，这蛮有意思的。所以等于说，中美其实在军机设计的思路上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当然，他本来以为可以降低成本，后来这造成说它性能上必须要做很多妥协，可能会造成说，各军种我可以接受，但不是都非常满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空军后来 F-35服役以后，他还要再把 F-15这种最新的改良型 EX 继续建造，继续这个未来成军服役，就是因为 F-35没有办法满足它所有的作战需求，这就有一点尴尬了。OK， 好，那当然除了这一台之外，我们刚才有看到2个图案嘛，另外一个图案是空警600啊。对，那当然都说这一台根本就对标的是美国的 E-2D 预警机啊。好，当然我们知道福建舰队刚才那个 logo 哈，我们刚才看到前面那个 logo， 它就是重点嘛。哈，这个空警机啊，跟这个 F-35有人就说，那我们就是对应啊。那现在这个是上舰款的空中预警机吗？对，这个看起来就是典型的 E-2，就一般不懂的来讲，可能觉得有9成，而且可能涂装类似的话，你可能分不清楚哦。解放军海军来讲，这个空警600其实它是引颈期盼的一个航空母舰最重要的空中耳目。就目前来看，这个本身的飞机是采用像美国 E-2这样的一个构型。我必须说，有的人会又在嘲笑中国大陆军工啊，你们搞了半天还是弄一个和美国一样，你们又是山寨，又是 copy 克隆这样。但我必须讲哦，这样的一个工程发展思路，其实可以大幅降低它发展的技术风险。为什么呢？因为 E-2从可能1960年代开始到现在，它是不断的经过一系列的工程发展、工程优化，然后使用的经验反馈，继续做修改升级，形成目前这个样子。包括飞机本身，包括上面的雷达，包括通讯系统，包括电子作战系统，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系统。因此对于解放军来讲，我从没有做过这个舰载空中预警，就飞机来讲，我可以大幅降低我要探索摸索，因此就技术风险来讲，这不失为一个上策。但我必须讲啊，你还是要好几把刷子，
你才可以达到比较成熟，而且性能可以满足你需要。就是除了飞机本身，包括气动设计、材料，还有像发动机动力，之外，空中预警最重要就是它上面的雷达，就是这一块吧？对，这个龟背嘛，大圆盘嘛，大圆盘。那另外里面还有先进的像导航，像这种通讯。尤其是它在空中飞，它不是像挂着大街一样，它作为空中的耳目，它必须要跟军舰，包括航空母舰、护卫舰等等，还有跟在空中的友机，对，特别是战机或者其他的电子这个作战飞机，相互要有资料链的一些快速的流动。从这么高看海面或看空中，你得到的各种战场的情资传给所需要的，包括船舰、载空飞机等等，那你就可以发挥一个空中指挥这样的一个功能。因此对他来讲，更重要就是上面的雷达，还有这些系统。但我们都知道，这个空军预警机你要做大很容易，但你要做小很不容易啊！你得把雷达系统整个塞到机体里面去啊！包括你要确保你的雷达有一定的效能性能，你又可以把它做得小。因此，对你上面雷达本身科技的像散热系统，这个对工程来讲，这个挑战都非常非常的大。因此空警600，如果说确实它可以达到一些设计指标，这对于中国大陆在预警机的发展来讲，无疑是又登上了一个技术的台阶。2500、200、900。就剩600这个小弟弟还没出现，对，什么时候会出现？而且应该要它能上舰，才能代表福建舰的战力完整化吧？对，其实空警600它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就是特别是这个之前有很多军迷、航迷啊，在西安有发现它在试飞的身影，而且之前的试飞，它的这个机鼻都有空速管，还有一些这个仪器、探测器，但最新的发现，它不止飞机本身变成这种解放军空军这种灰色涂装，而且连这种空速管把它拿掉，代表它是不是已经接近这种预量产型这样的一个规模或者这个规格？总体来讲，我觉得空警600它的整个如果要成军的话，它的这个成军这个服役成军，它的速度可能会比这个福建舰来得更快因为福建舰现在还是连海试都还没有嘛，对，你海试以后。都 OK 了，你就要移交给海军，海军舰员要进行一系列的海上的，包括专业相关的训练，然后实际做实作，经过不同的科目、不同的部门，那逐一检验，你的技术、你的专业能力都达到你的设计指标、要求指标，你才具备战力，才可以正式成军服役。当然想一想，这个没有个1-2年，它是办不到的，因为毕竟这个船越大，涉及的部门越多，这就拖慢它服役的这个速度。因此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船航空母舰来讲，它的服役，特别是具备战力能够成军，它所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像驱逐舰、护卫舰这样的水面舰。是，所以这个感觉起来，空警600 ready， 歼35 ready。那就等福建舰 ready， 是，所以等到福建舰真的完成海试的时候，可能整个战力就同步就成型了。如果海试都 OK， 只是证明说，这个船整个设计指标、相关的性能工作都很正常，都可以达到海军的需要，我就可以移交给海军，海军接收以后，他可以说成军嘛，对，但他要具备战力，还要好几年的时间。OK， 这就是为什么像山东舰、辽宁舰，它成军以后。会经过不断的试验，特别最早它还不出第一岛链，是等个1-2年啊，这个练功练得差不多了，可以出海，可以远洋。特别除了船本身，你相关的护卫舰和它的搭配也要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状况。你这样出第一岛链，进行远洋的航行、远洋的训练，特别是这种综合性的总体训练，那慢慢才能达到一个具备实战能力的地步，这个都是要花很多时间的。